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许多人表面上看起来生活平淡无奇，但实际上内心深处却承载着严重的生活困扰，却不愿意向他人求助，勉强维持日常生活的人相当多。许多人都有无法拒绝不喜欢的事情，而无法说不的困扰，这样的烦恼非常普遍。这些人总是忍耐着被他人左右，无法活出真实的自己，感觉自己很卑微。忍耐也会带来疲惫，身体健康出现问题，生活总是充满了忍耐。但这样的境况其实是自己造成的，难道不应该改变这种想法吗？人生是有限的，时间在我们感到迷茫的时候却飞逝而过。在这无尽的日子里，你是否想要建立丰富美好的人生呢？今天我想为大家解读心理医生铃木裕介先生的《越忍耐，活着人生就会越短》这本书中的一个主题，即建立公平且令人安心的人际关系，让你不再忍耐，而是真实的活出自己的生活。希望这对于改善您的生活和心理健康有所帮助。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一、重新审视人际关系是通往幸福的第一步；二、能够说不是实现自己理想人生的最重要技能；三、我想解释一下关于心情脆弱时的情况。首先是第一点，重新审视人际关系是通往幸福的第一步。许多人优先考虑社会或他人设定的规则，而不是自己的规则，这已经成为常态。他们不得不忍耐生活。作者指出，曾经生活在战争、疾病、歧视等威胁生命的危险环境中的人们，更容易表现出动物本能，将生存本身作为目的。但现代社会已经变成和平年代，大部分威胁生命的危机已经消失。然而，在这样的环境中，新的不幸也应运而生。现代和平社会中，人们更难获得自我肯定感，更难找到生活的意义。特别是现在，由于电视和互联网的普及，人们每天都会接收到大量来自社会的信息，社会规则、理想的生活方式、成功人士的生活，这些都是由某些人设定的价值观和规则。许多人不得不忍受生活，甚至被迫放弃真实的自我，即使心灵或身体在呼救，也常常被因为父母这样说，因为爱人这样说，因为是常识，因为公司规定等理由所束缚。意识到这一点的人还算是比较好的情况，但对于那些过度适应他人规则和价值观，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忍耐什么的人来说，实际上是很常见的情况。特别是在年轻时或成功时，这种情况可能尤其突出。如果一直相信并认同他人或社会设定的价值观和规则，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会遭遇与自己一直坚持的价值观和规则相悖的情况，从而受到巨大的冲击。这种情况会让人对自己的生活和一直以来信奉的价值观和规则产生悔恨和怀疑，导致一种虚无感。为了让自己的一生没有遗憾，重要的是在自己的价值观和规则中找到真正的人生，并以自己独特的方式生活。如果无法确认自己的人生是否正确，并且将他人的价值观和规则置于核心地位，那就不得不过着别人的人生。要摆脱他人或社会设定的规则，重新拥有自己的人生，该怎么做呢？首先要审视当前的人际关系，判断哪些对自己有利，哪些不利，并进行整理和调整。因为社会和身边的人经常传达的信息是你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这已经成为常识。在社会中生活，人们无法避免人际关系的存在。在人生中，人际关系既是最重要的，也是最棘手的事情之一。有些关系可以带给你成长、治愈、安宁和幸福感，但有时也会有关系剥夺你的自由，带来痛苦。优质的人际关系的基本前提是公平和互不伤害。如果被一方强加价值观，或者过度受到攻击，或者被提出只有一方牺牲才能维持的不公平交易，这种人际关系会使你感到不安定。再次强调，你可以保持自己的原则，无论你有多少缺点，犯了多少错误，甚至没有取得辉煌成就，你和你的人生都有价值。
然而，许多人却无法认同这一点，而是深陷苦恼之中。很多人会因为被他人的规则束缚，被他人随意评判而失去日常生活中的快乐。即使现在无法感受到，但在良好的人际关系下，心灵会变得稳定。你会开始感受到这种稳定。当你被自己真心所追求和选择的事物所围绕，充满喜悦，你将能够过上真正意义上幸福的生活。因此，作为改变人生的第一步，我希望您首先审视人际关系和规则，看看有哪些需要调整的地方。那么，如何增进良好的人际关系呢？作者认为可以分为2个领域，一个是自己应该负责保护的个人领域，另一个是他人应该负责保护的领域。自己应该负责保护的领域包括你的内心、意愿、身体、生活等。在生活中，我们会受到他人的影响，也会互相支持，但是不能让他人过度介入自己的领域，也不能将责任和控制权交给他人。相反，也不应该承担或夺取家人、朋友等亲密关系人的责任和控制权。虽然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会发生自己的领域被侵犯或侵犯他人领域的情况。比如说，你是否有以下类似的经历或感受？有人说这是常识啊，作为社会上的人应该做的事情。你这么大年纪了还做这种事情，太丢人了。你是男的还是女的？干这种事情太丢脸了。或者用你听不懂我的话吗？我的不好都是你的错等言语或态度来威胁、攻击对方，要求对方做出不公平的交易，或者用你没有用处、没有才能等话语来贬低对方，将对方置于一种被动的地位。这些行为实质上都是侵犯了他人的领域，试图强加自己的规则和价值观，试图控制对方。对此有心得的人需要特别注意。另外，对于那些表面上看起来温和、责任心强的人，也需要注意。当你和朋友发生纠纷时，你却感觉到自己要对此负责任，或者因为难以拒绝而中断自己的工作去帮助别人，或者在某个聚会上因为没有人愿意担任某个职位而自愿承担这些都是没有守护好自己的领域，过多的承担了他人领域责任的表现。实际上，人的内心深处是有自己和他人的领域之分的，这种界限会受到每天来自外部的大量信息的影响，其中可能包括贬低你自己、随意评判你、阻碍你做自己的规则等。这些都需要我们辨别并加以保护，以免受到影响。作者称，这种侵害界限的行为或受到侵害的状态为越界。当界限正常运作时，我们可以处理越界的情况，让自己的心态、生活以及内心的平静都围绕着对自己有利的事物构建起来。现实中有很多人却无法做到这一点。如果一个人经常被父母单方面施加压力，无法表达自己的意见，这种来自父母的越界行为会导致他们不清楚自己应该守护的界限。从小就生活在需要照顾父母或周围人的环境下的人，也容易陷入这种困境。他们难以放下别人，倾向于承担对方的责任，甚至包括对方应该承担的责任。那么，如果你现在感到生活中有不适应之处，或者无法判断自己的界限是否清晰，甚至觉得自己的界限功能失调，该怎么办呢？作者建议，我们应该从建立与他人的界限开始，而不是考虑自己是否越界。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在与他人交流后，留意自己是否有种种不舒服或疑惑的感觉，不要认为这些感觉只是自己的错觉，或者因为自己对别人有不满，这样的想法都是不正确的。不要否定自己的负面情绪，要认可它并深刻接受。比如说，当我们因为自己的错误受到他人的责备时，或者处于弱势地位被他人粗暴对待时，我们也许会认为自己有错。当然，这种反思是重要的，但即使自己有过错，对方也没有权利用不合适的言语或态度对待我们。我们应该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想法，而不是纵容他人的不合适行为。因此，当遇到不快情况时，不要认为没关系，然后自己承受对方的粗鲁行为而不表达自己的不满。
不要认为自己不应该有这样的情绪，相反，要留意并接纳自己自然涌现的情绪，然后思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受。不要只关注事件本身，而是要客观地观察与对方的关系，判断这种关系平时是否公平，未来是否也会保持公平。比如说，如果感到给予与索取之间的平衡失调，或者只有自己承担责任和风险，或者总是听从对方的意见，都可能让你感到困惑。即使这种关系是与家人或所爱的人，也要勇于接受自己的感受，不要否定自己的情感，试着思考是否存在对方的越界行为。如果确信存在对方的越界，那就勇敢地接受这个事实。随着这种情况的重复，你会更加明确地识别出自己不需要的东西，真正的需求和舒适边界。保护自己的领域不受侵犯，不仅是根据自己的规则和价值观来过好自己的生活的基本前提，而且能够避免被他人越界带来的不公平和风险。当被对方越界时，要果断说不，坚守自己的领域，这将有助于保护你的心理健康和丰富人生的构建。希望你从今天开始记住这些内容。接下来我将解释第二点，能够说不是实现自己理想人生的最重要技能。正如这本书的标题所述，人生并不长久，不是要忍耐才能处理越界行为。当感到对方越界时，坚定地说不，并拒绝，是实现自己理想生活的最重要技能之一。并不是每个人都能立即坚定地说不，我认为这样做的人并不多。突然间做一些不熟悉的事情可能会增加压力，因此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以自己的节奏逐渐培养这种能力是更好的选择。所以，首先要审视现有的沟通方式是否符合你期望的模式。承认对方存在越界行为是走向能够坦然说不的第一步。在处理对方的越界行为时，我想提供一些更具体的方法供参考，希望能帮助你逐步培养拒绝的技能。第一个是向第三方寻求建议，因为有些人对自己的快乐与否感到怀疑，他们会考虑自己是否过于敏感，或者这只是自己的错觉。特别是那些容易自责的人，他们可能会对对方的言行产生过度反应，陷入毫无意义的自我批评中，甚至因误解而独自沮丧。例如，当认为自己给对方造成了困扰时，说了抱歉，但对方并没有在意。这种情况下，对方不理解为什么要道歉，于是会回以疑惑的回答。接着，道歉者会感到无法获得对方的原谅，进而自责不已。对于那些对自己感到不信任，或者一开始缺乏自信的人来说，特别是在面对令自己烦恼或感到不快的事情时，向可以客观给出意见的信任的第三方寻求建议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第二个是努力表达自己的感受。如果发现对方一直有越界行为，并且无法进行有效沟通，或者对方明显是有意利用你才进行越界行为，那么最好的方法是彻底切断与对方的交往，以避免对方进一步侵犯你的领域。在某些情况下，对方并没有恶意，可能可以通过沟通来解决问题，或者因为想要维持良好的关系而真心希望继续与对方保持良好关系。如果是这样的情况，首先要坦率地表达自己的感受。在这种情况下，关键点是使用以自己为主语的表达方式。比如，当发生这样的事情时，我感到很痛苦，或者当被说这样的话时，我感到很悲伤。重点是以我为主语表达自己的感受。这种沟通方式是由美国临床心理学家托马斯·戈登提出的。另一种沟通方式是使用你作为对象的表达方式。这种方式可能会被认为是攻击性的沟通方式，因为它可能会影响到对方的自我认知和防御心理。使用你为什么会这样做，比如我会感到悲伤，这两种方式所传达的印象会大不相同。收到你消息的对方可能会感到受到攻击，进而采取防御性的沟通方式。尽管明确表达自己的立场和感受很重要，但也要注意不要让对方感到不快。即使勇敢地进行指责，但如果对方因此感到不快，你的真实感受就可能无法有效传达。
这是很遗憾的事情。因此，在表达自己的感受时，不推荐使用“你”这个措辞。为了有效传达自己的感受，还有其他一些需要注意的几个关键要点。要点一：选择适当的时机。在传达重要事项时，避免在对方忙碌或情绪激动时进行沟通。要点二：要配合对方的关心和感谢之言，比如在开始讨论之前或征求意见时，说一句“抱歉打扰了”或“感谢您的倾听”等感谢的话语，能够减轻对方的防御心态，增加对你的倾听意愿。要点三：简洁明了地传达信息。一次传达多个事项会导致信息混乱，因此请尽量简洁明了地表达自己的内容。要点四：倾听对方的意见。通过倾听对方的意见，可以更好地理解对方的想法，同时纠正可能存在的误解。这些是在表达自己情感时应注意的关键要点。涉及到朋友或工作场合的人还相对容易一些，但涉及到与父母的关系问题时，往往成为最大的障碍，情感很难完全传达。有些人有一些无法启齿但又很想告诉父母的事情。对此，作者建议在与身边信任的人交流，并提升表达技巧之后，再尝试与父母沟通。接下来是关于远离侵犯你领域的人的第三点：对侵犯你领域的人放入心里的不重视你的区域。无论对方是你重要的人还是家人，如果你真诚地表达了自己的感受，但对方并未做出回应或继续侵犯你的领域，那么你需要认识到这个人并不重视你。此时，强烈建议你将这样的人放入心里的不重视你的区域，并保持一定距离，而不是试图改善关系或继续接触。比如，当被说话时，只简单冷淡地回答一两句，或者表现出频繁查看手表的不耐烦样子，或者完全不接受邀请，或者逐渐减少回复频率等明显的方式来将对方拒绝。为了保护你的心灵平静和自我，尽量避开试图侵犯你领域的人，把一切都拒之门外。接下来是第三点，我想解释一下关于心情脆弱时的情况。当前有很多人正在努力重新建立人生，尽管他们心怀绝望，也有许多家庭或朋友在他们身边支持着他们。在这种状态下，人们的心理通常会变得比平常更敏感和脆弱，大约是平常的8倍。特别是在进行人生重建时，剩余的精力变得非常宝贵。为了继续前进，我们需要尽量挤出最后一丝力量，采取各种行动，并与不同的人交往。然而，选择与谁见面变得至关重要，以避免仅仅因会面而感到疲劳，或者因焦虑和绝望而感到后悔。避免无谓的消耗精力也变得至关重要。在心情低落时，一些人会发现与某些人见面后，心情变得振奋，变得更加积极乐观。这种经历会给人带来极大的满足感。即使心情低落时，仍然想要与这些人见面的人，往往是那些让人感到宽慰和安心、无需自我防御的人。将时间和精力投入到这样的人身上，有助于快速重拾生活的动力和积极心态。更具体地说，以下5种类型的人可能成为心情低落时的拯救者。第一种是不评判你的人。当我们被他人用来评价时，往往会使自己感到紧张。为了避免耗费精力在评判中，我们会保持警惕和紧张。这种状态与平静放松相去甚远，因此我们很难期待顺利的恢复。第二种是不使用强烈言辞的人。第三种是不表现强烈情感的人。第四种是不对你提出要求的人。对于那些使用强烈言辞或表达强烈情感的人，在心情低落时特别难以放心交谈。他们对你说振作点或加油等话可能产生反效果。他们可能对你发号施令，提供单方面的建议，但你并不会轻易接受。第5种是比起100%积极乐观的人来说，稍微有些阴暗面的人。虽然我们希望振作起来，变得积极向上，但在心情低落时，与过于积极的人相处并不总是有益的。过度积极的人可能会让你感到压力，让你产生为什么自己无法像他们那样明朗的复杂情绪，
而理解你处于脆弱状态的人很难找到。这里所说的阴暗面指的是经历了各种困难和悲伤，了解人类的脆弱和丑陋，并能包容这些并给予你支持的人。即使听到了鼓励的话，对于心灵受伤的人来说可能不会产生影响。只有当能够接纳你的全部，认可你的存在，不论你的情绪是积极还是消极，才能真正获得安心感。在那个人所经历的世界里，终究只有那个人才能真正了解其中的事情，而外界未经历过的人则只能根据自己能理解的范围做出评判，这可能侵犯到对方的生活和尊严。当希望他人理解自己的痛苦和绝望却得不到时，会感到极大的失望和苦痛。肯定对方的人生和现在的感受，尊重他人的生活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在你周围能够做到这点的人通常是非常有限的。然而找到那些能够以这种方式关心你的人非常重要。即使找不到完全让你安心的伙伴，也要努力倾听并认真接纳你当前的想法和生活。这样的相对安心的伙伴应该是可以找到的。同时也不要忘记自己也可能成为某人的安心伙伴，或者有这样的可能性。愿我们都能在彼此之间找到温暖与依靠，共同走向更美好的未来。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